一波一的伙伴中有4个人已经确定，还有2个人尾田也给出了相关依据。随着贝加庞克公布消失的100年历史，我们也知道乔伊波伊曾经是第1位海贼，他的海贼团独自对抗伊姆率领的20个国家，只不过最终乔伊波伊还是战败了。那么陪他一起征战的同伴都有哪些人呢？佐乌岛的相主可以确定是其中之一。路飞在鬼岛屋顶对战最强生物凯多时，他曾来到和之国的近海准备帮忙。桃之助表明相主就是乔伊波伊的伙伴，不知道当年犯下了什么错误，被惩罚在大海上不停行走。相主能帮助和之国开国，也是让冥王重现的关键钥匙。光月家族的祖先也是乔伊波伊的伙伴，目前只有光月一族能在红色石头上刻字，同时他们也拥有解读远古文字的能力。乔伊波伊败给伊姆之后，在世界各地留下历史正文，正是他的同伴光月一族的祖先把文字刻在了那些石头上。第3个确定的乔伊波伊伙伴就是藏在弹头岛的巨大机器人，他在几百年前攻击过红土大陆，无奈在能量耗尽之后战败，贝加庞克将他搬运到弹头岛，研究多年也没有找到启动的方法。路飞对战吴老星使用解放之骨后，巨大机器人也苏醒过来，目前正在帮助路飞对抗海军，也会帮助草帽团逃离弹头岛。期待路飞与伊姆的最终战斗，这个巨大机器人也会登场。乔伊波伊的第4个伙伴就是停靠在愚人岛的诺亚方舟，已知乔伊波伊是一位巨大战士，他的海贼船肯定不会比巨人族的船小。结合乔伊波伊和愚人族的约定，以及他把诺亚方舟停靠在愚人岛，不难确定他就是乔伊波伊曾经的海贼船。乔伊波伊还有2个伙伴，从剧情中也可以推断出来。第1个就是宾克斯，是创作音乐宾克斯美酒的人，不管是香克斯的海贼团还是草帽一伙，都有一位音乐家，乔伊波伊的海贼团也不会例外。宾克斯的美酒是海贼们传颂的曲目，创作它的人很可能也在第1位海贼的船上，是否可以推断宾克斯也是乔伊波伊的伙伴呢？第2个是800年前愚人族的公主，贝加庞克说消失100年里发生的那场战斗，能毁灭世界的远古兵器也参加了，导致海平面上涨200米，淹没了原本的大陆。结合乔伊波伊允诺让愚人族到太阳下生活，可以推断出作为海王波塞冬的愚人族公主也是他的同伴。难道说乔伊波伊为了爱人愚人公主，才率领海贼团与伊姆对抗的吗？为了帮助路飞成为乔伊波伊，你知道罗杰的船员有多拼吗？3人镇守东海看护路飞成长，巴基的付出比香克斯还要大。当年罗杰抵达拉夫德鲁之后，发现自己并不能成为乔伊波伊，于是将海贼团解散，用向海军自首的方式开启大海贼时代。香克斯组建自己的团队后，一直盘踞在东海寻找橡胶果实，从福兹福手中抢到的橡胶果实却被小时候的路飞意外吃下。听到路飞和罗杰说了一样的话，香克斯认定他会成为乔伊波伊，把草帽托付给路飞保管，并激励路飞出海成为一名大海贼。得知路飞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香克斯先是出动阻止凯多合进，又率领红发海贼团来到顶上战争，当着10万海军的面放走路飞。后来路飞再去对抗凯多的百兽海贼团，香克斯又来到和之国近海，确定路飞获得胜利后，将大将绿牛赶走，才选择离开。香克斯还一直关注黑胡子的动向，也算是为路飞称王扫清障碍。从成立自己的海贼团后，巴基就一直留在东海没有离开过，被路飞击败后，才选择去伟大航路冒险，却被关入海底监狱。巧合的是，路飞也闯入推进城，很像是巴基特意进监狱等路飞一样。随后巴基也加入越狱小分队，陪同路飞一起去马林范多救艾斯。世界第1剑豪要干掉路飞，巴基出面救场，还敢主动攻击鹰眼。老沙将重伤的慎平和路飞抛向空中，又是巴基出来接住2人，不仅躲过了赤犬的岩浆拳头，还让黄猿的激光攻击无功而返。现在的巴基已经成为4皇，会联手路飞和香克斯一起打黑胡子。雷利一直在香波地群岛安稳度日，因为路飞不得不暴露身份，从黄猿脚下救走索隆后，还帮助暴君熊拍飞草帽团全员。顶上战争之后，雷利决定当路飞师傅，传授3种霸气的用法。现在又前往九蛇岛对抗黑胡子，保护路飞的妻子女帝汉库克。罗杰解散海贼团之后，船医克罗卡斯一直镇守在东海，多年来也解决了不少有实力的海贼，间接帮助到路飞的成长。风车村的老村长，从穿着打扮上来看，很像罗杰的船员艾利欧，都是花衬衫、花边帽，还有小胡须，也难怪卡普敢把艾斯路飞放在风车村。当年玉田回到和之国，联手暴五郎的话，有击败凯多的实力，非要等到20年后才开国，还把妖刀研磨留给索隆提升战斗力。巴雷特也算是罗杰的船员，从海底监狱离开后找到永久指针，筹办海博会让草帽团出现，就是为了把永久指针交给路飞。不过路飞并没有欣然接受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捏碎。盘点用寿命换取战斗力的4个人，最弱4皇消耗1年寿命对战2位超新星。路飞的手下能用寿命扭转战局。第1位，特拉法尔加罗。路飞和罗去王之高地对战多弗朗明哥，贝拉米牵扯住路飞，让他不能与明哥正面交战，罗不得不对抗明哥和托雷博尔2位强者。一番交战后，罗完全不是对手，右胳膊被明哥用线锯斩断，又被明哥用铅弹击中，进入了假死的状态。后来罗告诉路飞，那是他的计策，在明哥用铅弹打中前，用消耗寿命的方式将入目无限放大，包裹住了整个王宫，还用屠宰场弄来一个替身与自己交换，才保住了一条小命。
在鬼岛对战四皇大妈，罗2次使用手术果实觉醒能力，联手基德将四皇大妈击败的同时，也消耗了不少的寿命。第二个，路飞。每次遇到强大的对手，路飞都会用不计后果的方式战斗。当年开发出橡胶果实3档，每次使用后都会变成小孩模样，消耗的寿命必定不少。2年修炼期间，路飞将霸气与身体巨大化结合，开发出了橡胶果实4档。雷利见到路飞的4档模样后，第一反应就是对身体的消耗太大。路飞每次使用完4档，都有10分钟不能使用霸气，对寿命的消耗是必然的。与世界最强生物凯多交战，路飞开发出了橡胶果实5档，使用后会变成老头的模样。具体消耗多少寿命，暂时还无法估量。第三个，四皇大妈。吃了魂魂果实的大妈能抽取他人的灵魂用于战斗，如果要提升自己的战斗力，就得消耗自身的寿命才能做到。在鬼岛决战中，罗和基德2位超新星都使用了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也将四皇大妈逼入了绝境，他不得不消耗1年的寿命来提升自己的战斗力。不过还是败给了罗和基德，与凯多一起在燃烧的岩浆中洗鸳鸯浴。第四个，曼雪莉公主。她吃了超人系治愈果实，拥有治疗一切生物伤势的能力。当年明哥要把曼雪莉当成王牌，即便手下干部一个个战败，明哥也没有慌张。他知道曼雪莉的能力可以帮助他扭转战局，只要曼雪莉使用治愈果实，就能让手下的干部瞬间恢复战斗力。曼雪莉的最强招式是让一切事物还原，哪怕是被破坏的建筑物也能恢复到原本的模样，代价是消耗自身的寿命。巨鲁师也曾说过，曼雪莉的复原招式有使用次数限制，这也能反映出曼雪莉的复原招式对寿命的消耗必定不会少。梅利号的内部结构到底长什么样？只有2个卧室能住人，居然连一张床都没有。梅利号上有2个特殊的地方，一个是船头，也就是路飞的特等座，参谋团只有他一个人能坐；另一个是橘子园，里面种了3棵橘子树，那么会细心的照料它们。成熟的橘子味道非常好，甚至会保护橘子不被路飞吃掉。梅利号上一共有2门大炮，一门是安放在船头的炮列甲板，就在路飞的特等座下面；一门在船尾部的炮列甲板，在橘子园下面。不过草帽团很少用大炮战斗。橘子园下面的一个房间充当会议室、厨房和操控室，吃饭也在这个地方。厨房的占地面积非常小，冰箱和餐桌都摆放在这个房间，冰箱旁边还有一排酒柜，放满了葡萄酒和啤酒。这里也会放一些粮食，应该是方便山治做饭吧，却很容易被路飞偷吃。会议室下面是仓库和炮列甲板，里面有大量的食物、酒和一门大炮，还有一个宝箱。那枚无法带回房间的宝贝都会放在这里。从仓库可以通往浴室，洗浴的毛巾挂在外面，可见浴室的面积并不大。仓库的地板上有一道通往女性房间的门，上面还有一把锁，防止男生进入。路飞的特等座下面还有一个炮列甲板和仓库，主要放置一些武器和救生圈。索隆不战斗的时候，也会把他的3把佩刀挂在墙上。仓库中还有一些救生圈和杂物。乌索普的工作室也应该在这里。男生的卧室就在船头仓库的下面，面积比较大，一半是休息区，一半是睡眠区。休息区摆放着沙发和酒桶，还有一个衣服柜，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衣服。睡眠区里没有摆放床，有5个吊床供男生使用，不睡觉的时候会被收起来，还有一个紧急出口，能通往女生的房间，很适合山治偷看。女生的房间与男生的房间挨在一起，不过面积就小了很多。房间里面看着比较整洁，东西摆放的也非常整齐。除了沙发和桌子，还有2个堆满书的书柜，以及娜美画航海图的地方。不过房中没有摆放床，娜美睡觉也是用吊床，起床后会收起来。不大的房间中还有一个酒吧台，据说这个女生房间是给柯雅准备的，设计上非常豪华了。不过柯雅并没有出海冒险。浴室的面积非常小，但设施却非常齐全，有一个专门吸水的装置，像自行车一样运转起来，还可以用来发电。洗脸台、花洒和马桶，还有一个可以泡澡的浴缸。浴帘的窗户能通往仓库，为了防止偷窥，还安装了窗帘。被2个小海贼当成一夜成名的垫脚石，黄老爷子甩出一记光速踢，干爆一棵巨大红树。小海贼屁事儿没有，从表情上看，他俩着实吓尿了。对战所谓的极恶时代，黄岩嘴上说着好可怕，结果一脚一个全部撂倒。超新星被虐得死死的，就是一个也不抓。战头完，一个电话过来，黄猿果断放弃补刀，瞬间来到草帽团这边。一发激光过后，站着索隆练习高抬腿，失去了踢超新星时的果断，愣是一动不动，任由乌索普和布鲁克输出。如果不是雷利及时出场，黄猿还不知道怎么收场。这里就想问一句，黄老爷子，你腿麻了吗？随后2人开打养生局，黄猿脸颊被轻微划伤，挂点彩回去也好交差。大雄突然介入战斗，黄猿立马停止攻击，眼睁睁看着草帽团被挨个拍飞。顶上战争刚刚开打，黄老爷子立刻上班打卡，朝着白胡子甩出8尺琼勾玉，结果被马尔科全部挡下，自己挨了一脚后化身泉水指挥官。之后路飞抵达马林凡多，黄猿的光速踢已经准备就绪，在踢与不踢之间他犹豫了，一边是顶头上司，一边是蒙奇家族。好在伊万科夫站了出来，一招死亡媚眼化解了黄猿的两难处境。
就当路飞杀出重围之时，黄猿站出来又是一脚，正好踢到慎平的怀里。随后慎平一个海流过肩摔，又把路飞送到海军3大将面前。黄猿又站了出来，一脚光速踢给路飞送回了解放前。谁知道路飞的头太铁，被2个中将轮番殴打，眼看就要跨过奈何桥了，黄猿又出现了，一脚下去不偏不倚，正好将路飞踢到白胡子手中。在众人的帮助下，路飞距离艾斯只有1步之遥。黄猿准备光速移动阻击路飞，愣是移动了5秒还待在原地，好像是在等白胡子这一刀。卡普也开始名正言顺的放水，结实挨了大孙子一拳。黄猿看在眼里，明白在心里，激光能射穿路飞的脑袋，偏偏打断一把钥匙。见到巴基抱着慎平和路飞逃走，黄猿用激光点了一下，这一次又没打脑袋。对罗的潜水艇出手，科比大喊了一声，黄猿的技能成功被打断，回头又想继续攻击，本贝克曼使用不许动过时，黄猿立马举起双手假装投降，却趁机甩出了一记8尺描边玉，无数个光点与潜水艇擦肩而过。为了让草帽团变得更强，作者修改了5个设定，罗宾得到2次加强。在东海挑战鹰眼时，索隆被狠狠虐了一顿，不过索隆为梦想不怕丧命的信念也得到了世界最强剑豪的认可。重伤的索隆告诉路飞，在打败鹰眼之前他不会再战败了。不过这个设定很快就被打破了。来到空岛，草帽团的敌人是响雷果实的主人艾尼路，看到罗宾被雷电击穿脑袋，索隆彻底愤怒，恶狠狠地看着艾尼路。不过索隆的攻击对艾尼路无效，战败后脑袋被对方用脚踩住羞辱。还有在恐怖的3维帆船，草帽团合理打败莫利亚后，又遇到了另一个七武海大熊。为了保住自家船长的小命，索隆拖着疲惫的身体对战大熊，最终体力耗尽，只能放弃。这一次战败也差点让他丢掉性命。在经历鬼岛一战后，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此后的战斗很难再败了。离开蛋糕岛前，吉尔玛军团将3号战斗服塞给路飞。山治见到后信誓旦旦地说，永远也不会使用吉尔玛的科技。来到和之国，山治就打破了这个设定，穿上隐身黑战斗服，轻松搞定飞6包佩吉万。随后又穿上战斗服去女澡堂转了一圈。正是因为3号战斗服，才让山治觉醒血统因子，得到无坚不摧的身体，才打败赏金超13亿的一代奎因。橡胶果实原本属于超人系，为了让路飞的实力再度提升，硬生生变成动物系尼卡果实。这个设定的修改确实有点出人意料，却让路飞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档次。不仅拥有了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也拥有了瞬间恢复的心脏之骨，可以让路飞从奄奄一息的老头秒变精神小伙，弥补了路飞持续作战能力不强的最大弱点。罗宾加入草帽团后，花花果实的2个设定也随之被修改。之前的花花果实只能在罗宾看到的物体上长出手，对视线外的敌人无效。来到德雷斯罗萨后，罗宾也可以在看不到的地方长出手，制造出分身与在另一座岛上的罗进行通话。还有在和之国，罗宾利用分身搜集情报，即便被发现也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在剧场版 Z 中，罗宾曾说过，遇到速度极快的对手，花花果实就无法抓住对方。可是在对战连右状态下的卡文迪许，罗宾却说速度在他面前毫无效果。这个设定的修改让罗宾的战斗力提升了不止1个档次。你们认识的警卫门是吃了夫妇果实的老色批，经常在娜美身上搞福利，其实他还吃了仰卧起坐果实。凯多2次使用全力都没能打死他。早在20年前，警卫们就特别崇拜玉田，与传次郎一起成为玉田的家臣。去讨伐百兽海贼团的时候，警卫们的对手是凯多的第1大看板岩灾进。起初2人打得有来有回，当玉田遭到黑炭木蝉暗算后，被凯多一棒子击倒。警卫们看到玉田倒地，一时分心，才被岩灾进打败。来到20年后，警卫们的战斗表现还算可以，在没有头和下半身的情况下，只靠着一只手支撑身体，利用武装色和见闻色对战布鲁克。从场面上看，2人的实力不相上下，最后布鲁克却逃走了，应该是警卫门更强一些。用火焰刀斩杀史莱姆绝对是警卫门的高光时刻，一刀下去，史莱姆被砍爆炸，也让索隆投来了羡慕的眼光。对战还是七武海的罗，警卫门完全不是对手，身体被罗砍成3截。如果不是草帽团来到冰火岛，警卫门可能一辈子也回不到和之国了。陪同路飞和罗的联盟去德雷斯罗萨，见到罗被藤虎和明哥抓住，警卫门和索隆立马冲了上去。索隆的攻击被藤虎挡住，最后藤虎使用重力刀将索隆打入地下深处。好在索隆甩出一道飞翔斩击挽回面子，实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。警卫门对战明哥完全不是对手，被一招5色线轻松打败，战斗力相比明哥差了不止1个档次。回到和之国讨伐百兽海贼团，警卫门带领赤鞘九侠突袭凯多，将凯多的腹部再次砍伤，只可惜伤口太浅，没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来到鬼岛屋顶，警卫门再次使用火焰刀将凯多吐出的热息劈开，联手传次郎等人使用玉田的2刀流桃园十拳对凯多腹部的旧伤造成重创。
当凯多变回人形态后，赤鞘九侠完全被击溃，警卫们也倒在地上奄奄一息。在凯多打晕路飞回到府邸时，警卫们站出来用双刀阻挡凯多的步伐，被凯多用缠绕霸王色的狼牙棒狠狠砸中头部，手中的2把刀也随之断裂。不死心的警卫们还想阻止凯多，又被凯多用刀贯穿身体。受到如此重创的警卫们居然又没死，难道不是吃了仰卧起坐果实吗？拥有霸王色外加倾听万物的光叶玉田，出海后居然没打过一次胜仗。年轻的光叶玉田在和之国是无敌的存在，面对巨大的山神，玉田仅仅用了一招桃源白龙，便将其斩成2半，不仅救出了被山神吃掉的阿赫，也没让那只巨大的猪丧命。九里是和之国的法外之地，连当时的将军也没有办法。玉田仅仅用了1个晚上击败所有暴徒，将九里收服，首领阿修罗童子被打服，甘愿成为玉田的家臣。阿修罗童子最多也就是旱灾杰克的水准，玉田能打败他也算情理之中。当年白胡子带队抵达和之国，还没见到玉田本人，通过气息得知有强者靠近，他让手下都不要动，亲自出马对战光月玉田。霸王色和剑术的比拼没有分出高下，当白胡子用出阵阵果实后，玉田没能抵挡住被打飞，与顶级强者还存在一定差距。乘坐白胡子的船出海后，玉田的战斗力被世界认可，经常霸占报纸的头条，也引起了罗杰的关注，也很想见见和之国的武士。在某座无名小岛，白胡子海贼团与罗杰海贼团相遇，玉田一个人冲在前面，瞬间干掉2个小喽啰。罗杰不顾贾巴和雷利的阻拦，执意去会一会和之国的武士。不过在对战罗杰本人时，玉田却不堪一击，被一招神臂轻松打飞。从玉田茫然的表情来看，当时的他并不知道霸王色缠绕攻击。2个海贼团爆发大规模战斗后，玉田的对手不是雷利，而是贾巴。作为罗杰海贼团的第3战力，贾巴的实力达不到4皇级别，也应该有大将水准。玉田与贾巴大战3天3夜，也没能分出胜负，实力也算同一级别。罗杰将海贼团解散之后，玉田也回到了和之国。在知道老婆被大蛇的手下打伤后，玉田立马冲到将军的府邸，遇到屏障果实的绝对防御，他也只能看着大蛇丑陋的嘴脸。不过玉田没用流鹰从内部攻击，也很难让人理解。得知罗杰被处刑后，玉田决定不再隐忍，带着赤鞘九侠讨伐凯多。对战变成巨龙的凯多，玉田打得非常吃力，打伤凯多的腹部，自己也受了很严重的伤。遇到黑炭木蝉算计，玉田彻底败给凯多。当时凯多还很年轻，没有使用人兽形态，也没用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如此看来，光野玉田达不到4皇级别，算不算大将级别呢？众多大佬对路飞当上4皇的态度，干掉艾斯的赤犬，后悔当上元帅。绿牛完全看不起新任4皇路飞，对路飞当上4皇，基德是第一个不爽的人，拿着悬赏令就去找路飞。进入新世界后，基德一直想干掉4皇，既然路飞当了4皇，就是基德的敌人。不过基德并没有攻击路飞，通过鬼岛一战，基德也认清自己与路飞的差距。在德雷斯罗萨，路飞与多弗朗明哥战斗，罗见识过橡胶果实4档的强大，打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后，路飞成为4皇，在罗看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鬼岛战争结束后，绿牛奉命来和之国清理战场，瞬间干掉百兽海贼团残部，手里拿着路飞的悬赏令，他扬言能干掉这位新4皇，有点不认可路飞的实力。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赤犬对路飞有一种赶尽杀绝的执念，即便老沙联手白胡子海贼团众多队长来阻拦，赤犬也不准备放过路飞。好在香克斯出现在马林凡多，才让赤犬放弃追杀路飞。蛋糕岛事件过后，路飞被评价为海上第5位皇帝，赏金也达到了15亿贝利。赤犬拿着路飞的悬赏令，咬牙切齿地说，在2年前就应该干掉路飞，不管是第5皇还是什么4皇，他都要全部干掉。在绿牛去和之国的时候，赤犬特意叮嘱他不要去招惹路飞和武士们，可见赤犬也很忌惮4皇路飞，对在如此混乱的局面当元帅感到很心累。对于路飞当上4皇，红发海贼团的人都很激动，非常想见见曾经的小屁孩。香克斯也对本贝克曼说，是时候去抢夺大秘宝了，也是认可路飞配做自己的对手。得知大将绿牛想抓捕路飞时，香克斯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，呵斥绿牛不要对新时代出手。难道说香克斯认为路飞还打不赢大将吗？黑胡子在对战罗的时候说了，不管路飞、罗、基德从和之国出来遇到谁，都会将他们击败，抢走历史正文。从黑胡子的话语中可以确定，即便是遇到4皇路飞，他也有信心打败对方。路飞与陆袭算是一对冤家。草帽团去司法岛救罗宾时，路飞前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靠着开挂才勉强获胜。战败的陆奇也非常不甘心，在弹头岛2人初次相遇，陆奇直接说出不认可路飞是4皇，开启动物系果实觉醒后，结果又被路飞狠狠揍了一顿。娜美到底是不是古代兵器天王？从下面的3个细节可以找到答案。
能力最接近天王的人已经被雪藏。细节一，白星公主觉得娜美很亲切。罗杰前往人鱼岛时，听到海王类提到2个王即将诞生，一个是海王波塞冬，也就是即将诞生的白星公主。冥王一直停靠在河之国，那么另一个王只能是天王乌拉诺斯。海王类还说了，当2个王再次相遇时，鲸鱼们也会为此欢呼雀跃。在渔人岛，白星第一次见到娜美，就感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，因此会认为娜美就是海王类口中的另一个王。当草帽团离开渔人岛时，万里阳光号的周围出现大批鲸鱼，他们欢呼雀跃的样子就像在送别另一位王。细节2，娜美能通过身体感知天气。在千年龙篇章时，娜美感受到天气有异样，随后一阵飓风出现，将梅利号吹进了无风带。草帽团陪着微微去阿拉巴斯坦，娜美突然生病发起高烧，依旧能感受到天气的变化，并预测出暴风雨的位置和方向。还有在剧场版中，娜美又一次感知风暴来临，并告诉金狮子应对的策略。当时金狮子海贼团有一个航海小队，其中有多位顶尖气象学家，也没能预测到暴风雨的出现。金狮子也非常欣赏娜美的能力，逼迫她成为自己的航海士。细节3，娜美有操控气候的天赋。乌索普制造天猴棒是活跃宴会气氛，并不是用于战斗的兵器。娜美用了很短的时间便领悟了天猴棒的原理，并开发出招式海市蜃楼。被大雄派飞到气象空岛，娜美仅看过一次风之节的使用过程，就能将天猴棒与风之节融合起来，爆发出强大的力量，吹散乌云。娜美还能轻易操控雷云宙斯，释放出巨大的雷电，打趴四皇大妈。安妮露在空岛出场时，利用响雷果实的能力，能轻松毁灭一座岛屿。从万雷毁灭空岛的情况来看，与伊姆毁灭露露西亚的画面非常相似。响雷果实不愧是最强自然系，能力堪比古代兵器。可惜艾尼路去了月球，还有龙出现在罗格镇时，能自由操控风雨雷电，如同天灾降临。如此看来，娜美能感知和操控气候，无异于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。而且娜美的身世一直没有明确，利尔梅尔捡到她是在战场上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为了抢夺天王娜美，才爆发了那场战争？比山治赏金高出6800万的慎平，在赤犬看来，战斗力却被高估了。得知艾斯去挑战白胡子，还在当七武海的慎平出面阻挡，两人大战5天5夜，最终双方体力耗尽，也未分出胜负。慎平是鱼人族，擅长在大海中战斗，能与艾斯在陆地上打成平手，配得上4亿8000万的赏金。在推荐城中，慎平主动提出去马林凡多救艾斯，还强调自己能帮得上忙。路飞立马表示同意。伊万科夫也强调慎平是大海贼，可见两人都知道慎平很强。来到马林凡多后，见到莫利亚对路飞发起攻击，慎平让路飞先走，他能搞定对方。慎平很清楚莫利亚的弱点，用海水搞定僵尸军团，随后一拳将莫利亚击败。当看到鹰眼击杀路飞的时候，慎平再次站出来帮忙，结果被鹰眼轻松打飞。同样是七武海，慎平比鹰眼弱也合理，毕竟赏金上差了25亿贝利。为了加入草帽团，慎平决定脱离四皇逼个莫海贼团。面对大妈用魂魂果实抽取灵魂，慎平没有丝毫退缩，还说出一句海贼王的船员怎么可能惧怕四皇，从此有了区区四皇老慎平的称号。为了保护尼桑号逃离蛋糕岛，慎平与四皇大妈正面战斗，先用出梅花骨挡住拿破仑的攻击后，又甩出一招梅瓦正拳，将大妈从尼桑号打飞，完全没把四皇当回事儿。50联盟攻打百兽海贼团前夕，慎平抵达和之国，以舵手的身份加入草帽团。基德和罗都表示出了震惊，如此强者成为路飞的伙伴，多少有点酸。抵达鬼岛之后，慎平与四皇大妈再次相遇，与罗宾来了一波配合，又一次将大妈打飞。对战百兽海贼团，慎平的对手是飞六包福兹佛，不仅是 CP9 成员，还是天赋仅次于陆奇的天才。慎平打福兹佛表现得很轻松，没用全力便击败了赏金5亿4600万的福兹佛，此后赏金也达到了11亿，比山治的赏金还要多6800万。慎平的实力没有被高估，赤犬才是最清楚的人。在顶上战争，赤犬干掉艾斯后，又对路飞发起了攻击，慎平舍命挡住岩浆拳头，自己的手也被岩浆烧伤。听到对手是慎平，赤犬很不屑地说，你应该清楚我俩的实力差距。在此之后，慎平抱着路飞逃走，胸口被岩浆贯穿重伤。2次对战赤犬，慎平几乎被对方碾压，还配得上11亿的赏金吗？众多强者评价凯多女儿大和的战斗力。为了解救被拐走的和之国孩童，艾斯带着伙伴们闯入鬼岛。当时凯多率领百兽海贼团远征，艾斯并没有碰到凯多本人。留守的大和与艾斯爆发战斗，两人的实力非常接近，场面上也是五五开。艾斯也很欣赏大和的战斗力，一边喝酒一边向大和介绍弟弟路飞。50联盟潜入鬼岛之后，路飞恰巧碰到了乌尔提姐弟。当路飞说出要当海贼王的男人后，就吃了乌尔提一记头锤。乌尔提也没有轻敌，立马变成人兽形态继续战斗，双手抓住路飞，准备继续攻击。就在此时，戴着鬼人面具的大和出现，
一记雷鸣八卦将乌尔提打飞。乌尔提没有认可大河的实力，贬低大河的雷鸣八卦不正宗，只能算雷鸣四卦。当大河说出自己是凯多的儿子后，路飞立马变得紧张起来，摆出一副战斗的架势。感受到大河不是敌人后，路飞选择信任对方，将桃之柱交给大河保护，也是认可大河的战斗力，在鬼岛战场上能保证桃之柱的安全。当飞六包佐佐木遇到大河时，让手下的人立马停止攻击，他知道炮弹攻击对大河无效。大河也很认可佐佐木的实力，准备变成大口真形态进行应战。可见大河很清楚，赏金4亿7000万贝利的佐佐木不是轻易能打赢的对手。百兽海贼团被击败后，绿牛来到和之国清理战场，面对大将绿牛，大河的实力得到对方的认可，却被绿牛限制住了行动。大河一度认为打不过绿牛，需要路飞等人帮忙，显然是认为实力不如大将。大河到底有多强？作为老爹的凯多最有发言权。两人在鬼岛屋顶战斗时，凯多没有手下留情，用出全力，也没能将大河击败。凯多非常认可大河的战斗力，不仅拥有自己强悍的基因，还吃下了幻兽种大口真神果实。在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中，大河已经拥有了统治和之国的实力。很多海迷都在讨论大河与索隆谁更强一些。当索隆用出最强的9刀流招式后，一度让凯多认为索隆觉醒了霸王色。不过凯多也强调了，索隆的斩击很强，也仅仅会给自己留下一道伤疤。单单从凯多的评价来看，索隆的实力要稍微逊色大河一些。不过索隆已经觉醒了霸王色，大河还会是他的对手吗？谁是海贼王中运气最好的人？你可能会说是拥有霸王色运气的巴基，也可能会说是拥有银翼部下的乌索普，但黑胡子绝对算一个。他靠着运气一步步成为4皇，路飞和科比2个憨憨还都是他的帮凶。小时候的黑胡子做出一个决定，登上白胡子的海贼船，在那里等待暗暗果实的出现，如果等不到就碌碌无为过完一生。黑胡子的运气确实好，暗暗果实果然出现了，被四番队长萨奇找到。黑胡子一时兴起杀害同伴，抢走梦寐以求的恶果实。逃离白胡子海贼团后，黑胡子找来4个伙伴，开启了下一个计划，抓捕赏金过亿的新人，向海军换取七武海之位，以便去推进城招募更强悍的伙伴。你说巧不巧？路飞在此时打败了老沙，让七武海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空缺。莱菲特一个人来到玛丽乔亚，帮黑胡子争取到了继任七武海的资格。趁着海军在马林凡多集结处刑艾斯，黑胡子借着七武海的身份来到推进城。不得不说，黑胡子的运气是真的好。此时路飞为了救回艾斯，把海底监狱搅和得天翻地覆。麦哲伦一心想着抓住路飞，完全没空搭理黑胡子海贼团，于是决定放出宇智溪流，让他去对付黑胡子海贼团。不过溪流没有与黑胡子战斗，反而在麦哲伦用毒龙秒杀黑胡子后，送来了能克制剧毒的解药，救活了黑胡子海贼团全员，也顺势成为黑胡子的部下。招募到伙伴后，黑胡子来到马林凡多，目标是抢夺阵阵果实。此时的白胡子刚刚与赤犬爆发一轮激战，满身是伤，只剩下半条老命。黑胡子果断发起攻击，仗着暗暗果实的输出压着老爹打，却因为性格的傲慢被白胡子抓住破绽，胸口挨了从云切一刀。不过黑胡子的运气再次爆发，就当白胡子准备发动最后一击时，身体没能坚持住，让黑胡子躲过一劫，阵阵果实也顺势被黑胡子抢走。顶上战争之后，黑胡子迅速抢夺白胡子的地盘，击败了马尔科率领的白胡子残部后，黑胡子决定攻打蜂巢岛。当时蜂巢岛的主人是洛克斯的残党王直，吃了2个恶魔果实的黑胡子面对王直也没能战胜对方。不过黑胡子有运气傍身，海军大佐克比站了出来，靠着他的帮助，黑胡子才勉强打赢王直，抢占了蜂巢岛，成为真正的海上皇帝。罗杰海贼团解散后，28位船员都去了哪里呢？最强之人被关入海底监狱2次，还有一个人保护着路飞和艾斯长大。雷利是罗杰船员中最潇洒的一个人，在香波地群岛隐居多年，家里有下棋，外面也不缺年轻美女相伴，不是去赌场就是去酒吧，没钱了就把自己卖掉，顺带打劫购买他的金主。遇到草帽团后，雷利的生活变得辛苦起来。传授路飞3色霸气不说，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还得去九蛇岛保护徒弟的老婆，安稳日子彻底没了。与雷利相比，玉田可谓太惨了。回到和之国之后，将军的位置被大蛇夺走，还被凯多欺骗了5年，整天在民众面前跳舞赚钱。讨伐凯多失败后，玉田经历游国之行丧命，和之国彻底被凯多与大蛇霸占。库洛卡斯的日子相对安逸，在东海做灯塔看守员，陪同鲸鱼拉布等待伦巴海贼团，妥妥的养老生活。顶上战争开始前，一个头上有纹身的老头在东海出现，米海认为他是假巴，一边抽着烟一边评论世界局势，日子过得还算自在。作为罗杰船上的实习生，香克斯和巴基都上了4皇，
香克斯凭借实力，巴基则是靠运气。罗杰被处刑后，巴基拒绝香克斯的邀请，自己组建海贼团，一直在东海寻找财宝。在罗格镇遇到路飞之后，巴基决定进入伟大航路，在推进城帮助路飞越狱，来到顶上战争，又帮助路飞逃离马林凡多，靠着霸王色运气，一步步成为海上皇帝。现在被鹰眼和老沙揍了一顿，但不会有生命危险了。香克斯的目标是什么？一直让人琢磨不透。早年盘踞在东海，好像在寻找某件宝贝。成为四皇之后，香克斯变成了世界和平的话事人，独自登上莫比迪克号，让白胡子召回艾斯，又挡住凯多和劲去顶上战争趟浑水，自己却来到马林凡多，从赤犬手中救下路飞，又说了一句请给我个面子，终结顶上战争。世界会议期间，香克斯独自面见五老星，应该是担心黑胡子会搅乱世界。和这国大战结束后，香克斯帮助路飞赶走绿牛，并告知本贝克曼接下来会去抢夺大秘宝。离开罗杰海贼团后，巴黎特将大海搅得天翻地覆，卡普和战国率领屠魔令耗尽巴黎特的体力，才将其关入海底监狱。路飞大闹推进城后，巴黎特趁机越狱，又在大海上兴风作浪，被路飞打败后再一次被捕入狱。罗杰传言中有一个戴着帽子穿着花衬衫的人，他叫艾利欧，从穿着打扮上看与东海风车村的老村长很像。卡普敢把艾斯和路飞放在风车村，难道是知道有艾利欧在，两个小孩不会有危险？比幻兽种更加稀有的时间系恶魔果实，一个在2年前救过索隆的命，还有一个能帮路飞克服弱点。第一个倒退果实出现在剧场版 Z 中，能力者叫艾恩，是一位留着海蓝色长发的大美女。使用能力时，艾恩的手心会冒出桃色火焰，被桃色火焰碰到的人都会倒退到12年的模样，触碰多次也可以将敌人抹除掉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拥有倒退果实也能得到永生。当索隆打败艾恩之后，倒退果实的能力也随之消失。第二个鼠鼠果实，能力者叫小忍，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妖艳的女忍者。小忍在吃下鼠鼠果实后，可以将触碰到的任何事物催熟。在玉田城的山顶时，小忍将地面腐烂，帮助娜美等人躲过了凯多的热息，也可以将人催熟。陶之助就被小忍从8岁变成了28岁的模样。鼠鼠果实有一个副作用，会让能力者变老变胖，小忍就从一位大美女变成了肥胖老大婶。第三个，波尼所吃的恶魔果实，具体名字还不清楚。波尼可以将触碰到的人变老或者变年轻。在香波地群岛时，波尼将海军变成老人和小孩，让对方瞬间失去战斗力。波尼也可以将自己变成小孩或者老太太。当索隆拔刀砍向天龙人时，波尼变成小孩将索隆扑倒，算是救了索隆一命，更准确的说是救了天龙人查尔罗斯圣一命。第四个，时间果实，能力者叫天月石，诞生于830年前。26岁时，天月石穿越来到和之国，成为光月玉田的妻子，生下了桃之助与日和。在玉田讨伐凯多失败后，天月石将桃之助传送到20年后，自己被凯多和大蛇杀害。时间果实虽然能穿越时空，但也仅限于穿越到未来，并不能回到过去。海美期待路飞找到时间果实，和萨博一起回到顶上战争救艾斯，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了。第五个，手术果实，价值50亿贝利，能力者是特拉法尔加罗。使用手术果实时，罗会制造出一个透明空间，在此空间内，罗能对任何事物进行切割和拼凑。手术果实的终极奥义是永生手术，也就是让那个被手术的人时间停滞。路飞经常透支寿命来战斗。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后，剩下的唯一缺点就是寿命不足。有了罗和手术果实在，就能帮助路飞克服寿命问题。盘点恶魔果实觉醒的3个副作用，看完你就知道凯多为何不用觉醒打路飞了。第一个，消耗体力。越是强大的招式，对体力的消耗越大。当年路飞开发出3档，每次使用过后都会变成小孩模样。后来开发出更加强大的4档，每次使用后都会体力不支，10分钟不能使用武装色霸气。果实觉醒对于力量的提升更大，消耗的体力也应该更多。卡塔库利对战路飞时，没有确认是否干掉路飞，也要去吃甜点下午茶，或许就是为了补充体力。还有罗在鬼岛对战4皇大妈，没用1-2个手术果实觉醒招式，就告诉基德没有体力了。也能验证了恶魔果实觉醒对体力的消耗非常大。第二个，消耗寿命。用寿命换战斗力，在海贼王中也是一种常态。对恶魔果实开发的越深入，能力者就会消耗一定的寿命。罗在德岛对战明哥时说过，他把 room 开得特别大，对生命有一定损伤。在鬼岛战争时，4皇大妈消耗1年的寿命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巨大，战斗力也提升了一个档次。果实觉醒也会对寿命造成损伤。明哥对战路飞时用了线果实觉醒，战败后被关入海底监狱，可以看到明哥变得更加苍老了。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后，虽然将凯多暴锤了一顿，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苍老的小老头。好在路飞拥有解放之骨，只要心脏跳动起来，就能从小老头恢复成精神小伙。出海至今，路飞已经很多次消耗过寿命。
尤其是在推进程中，路飞中了麦哲伦的剧毒，消耗了10年的寿命，才被伊万科夫救回来。路飞对3种霸气的运用已经是最高级别，外加拥有传说中的幻兽尼卡果实，剩下唯一的缺点就是寿命不足。不过有罗的手术果实在，可以给路飞做永生手术，但路飞会不会接受还是一个问题。第3种，丧失语言。海底监狱的狱卒兽也是动物系觉醒者，他们属于被动觉醒，在小萨蒂的摧残下被动觉醒了恶魔果实，速度、力量和恢复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，但相比正常觉醒的动物系能力者，战斗力还有很大差距。被动觉醒有一个缺点，让狱卒兽丧失了语言能力，整天挂着2行鼻涕，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。凯多不用果实觉醒打路飞，难道是害怕觉醒后像狱卒兽那样吗？盘点乔伊波伊的5种核心能力，不仅能倾听万物，还能驾驶远古兵器冥王。第1种，倾听万物，是比霸王色更加稀有的力量，能感知到世界万物的声音，已知有4个人拥有倾听万物的能力，分别是罗杰、玉田、路飞以及桃之助。在前往愚人岛的时候，罗杰和玉田能听到海王类的说话，在左屋时，路飞和桃之助能听到象主的声音，桃之助还能与象主对话。在红色石头前，罗杰能感知石头中蕴含的力量，也因此找到了黄金钟的位置。第2种，解放之骨，在鬼岛屋顶，路飞觉醒幻兽众尼卡果实后，心脏也变成了解放之骨，能让路飞从奄奄一息的状态瞬间恢复成精神小伙。象主在此时告诉桃之助，他听到了解放之骨的声音，是乔伊波伊归来的标志。如此来看，乔伊波伊也拥有解放之骨的能力，或许比瞬间恢复能力更加强大。第3种，操控古代兵器冥王的能力。远古兵器有3件，分别是海王波塞冬、冥王普罗托以及天王乌拉诺斯。海王是鱼人族的公主白幸，拥有操控海王类的能力。天王是什么还不清楚，冥王是一艘巨大战舰，一炮可以摧毁一座岛屿，目前被埋藏在和之国的海面之下。得到冥王并不容易，需要摧毁和之国人民在800年前铸造的高墙，也只有左屋的象主有能力做到。当桃之助决定暂时不打开和之国大门，象主也就离开了，可见象主是打开冥王的钥匙。乔伊波伊和象主是伙伴，拥有操控战舰冥王的能力也很合理。第4种，巨人之力。巨人族拥有绝对力量，不管是4皇 Big Mom 还是贝加庞克，都希望通过人体巨大化获取力量。在圣地玛丽乔亚冰封着一顶巨大草帽，外形与路飞的草帽一样。如果那顶草帽是乔伊波伊的，就可以确定他属于巨人族，也会拥有巨人族超乎想象的力量。第5种，地之神力。地之一族是神的天敌，天龙人自称为神，也就是推翻天龙人统治的能力。纵观所有名字中包含地的人，不管是已经丧命的罗杰，还是成立革命军的多拉格，以及年轻1倍的路飞和罗，都没有展示出特殊的能力。但是地之一族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艰辛的磨难，难道说只有经受住考验的人才能觉醒地之一族的能力？乔伊波伊生活在消失的100年中，吴老星极力抹除那段历史，是在掩盖乔伊波伊觉醒地之神力的事实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